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2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主题有2个，一个是川普弹劾案下周一送参议院审议，第二个主题是拜登的100日疫苗计划被炮轰啊。那么我们看看左媒怎么炮轰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啊。先讲第一个，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表示啊，那么他们会民主党众议院民主党会在下个星期把这个针对前总统川普的这个弹劾案条款文献送给参议院，那么从而引发第2次弹劾的审判啊。那么大家记住啊，弹劾讲的是什么？弹劾讲的是众议院投票就弹劾了。但是这个弹劾没有结果，要到参议院去审判定罪啊。那么所以到了参议院是审判啊。但是呢，现在就这个诉讼的这个细节，民主党跟共和党还没有达成一致啊。那么民主党在上个星期发起了对前总统川普的这个弹劾这个议案，那么通过投票啊，指控他这个煽动1月6号在国会大厦的这个冲击事件。那么民主党弹劾经理人准备开始通过这个审判程序，向100名参议员这100名参议院的参议员就是这个陪审员陈述这个案情。那么佩洛西在一个简短的声明说啊，这个民主党有9名众议员作为这个弹劾案的经理人啊。那么leader 是这个拉斯金啊，这马里兰州的众议员。那么参议员多数党领袖舒默啊，其实就是民主党的这个参议院的这个领袖啊。这么舒默在参议院在这个参议院表示啊，那么弹劾条款文献将于下周一交给这个参议院，然后将于2月8号那个星期开始进行陈述啊。但是他没有具体的讲，他没有具体提出这个审判的持续时间，还有审判期间参议院是不是进行其他的事务的安排。他说这将是一个完整的审判，这将是个公平的审判。然后这个舒默讲完之后呢，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那麦康奈尔提议啊，他说最好呢这个弹劾条款呢1月28号下个星期其实是1月25号啊，25号。那他提议呢，他说最好是什么时候呢？最好是28号送到参议院，然后给这个弹劾管理者以及这个川普的辩护团队2周时间完成这个审前的这个简报和回应。然后麦克奈尔这么说，他说呢，弹劾条款文献的到来将迫使参议院立即开始审判，这就会推迟拜登总统的提名人的确认啊，那么并拖延他的政府其他的优先事项。他说众议院这次这个弹劾程序，众议院是快速通过啊，那么也就是说要求参议院在投票之前对川普的这个案件进行更全面的审查。他说续集是因为他第2次被弹劾，他不应该是一个不充分的参议院的程序，这会剥夺那个川普总统前总统川普的正当程序啊，对参议院也好，对总统也好，本身都是个伤害啊。那么他这么回应啊，那么其实呢，舒默提出来的这个时间表和这个麦康奈尔之间这个提出来的时间表中间只差1个星期不到的时间啊，可能就是5天左右的时间啊。那么拜登总统什么态度啊？拜登总统建议啊，他说
建议将这个参议院的这个会议分开啊，那么有一部分时间在做弹劾案的审判，另外一部分时间呢处理其他的事务，那么就可以这个比如说包括这个确认投票啊，就是这个听证会啊，比如说这个援助法案，拜登上任第一天就提出来，这个1.9万亿的这个救援法案啊，他比如说这些啊等等，他不想耽误这些事情。他说，拜登说到现在还没有听到细节，但是我确实认为有一些时间让我们这个政府部门运行起来啊，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来面对这个危机啊，越多越好。那么到今天已经确认，我知道的啊，已经确认了什么？参议院已经确认了国家情报总监海因斯啊，那么这个国防部长奥斯汀，然后是这个财政部长耶伦啊，那么其他的还在安排时间啊。那么现在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那么两党如果现在还有几天时间啊，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在参议院还有时间达成这个协议，那么设定一个审判时间表，还有其他的工作的安排。那么主要还要给这个川普的组建他的辩论团队啊，辩护团队啊。如果达不成协议，也就是说第一天头天收到了这个弹劾案的这个条款文献，第二天的下午1点钟就要开始进行审判，每天都要审一个星期要审6天，直到审完为止。这美国宪法规定啊。那么除非双方有协议啊，那么这是现在的情况，就是拜登政府希望呢，拜登政府的希望是什么呢？希望这个弹劾案可以并行，就是你们弹劾，我不反对你们弹劾，你们想怎么弹劾就怎么弹劾，但是呢，你呢得每天腾出时间来给我确认我的这个执政团队的确认我的执政团队的这个提名人，这是一块。另外一块，我提出来的那些议案，你也得尽快的帮我审啊。这是拜登团队的想法。那么民主党毫无疑问就是要尽快的去弹劾川普，这个是整个的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坚定意志，毫无疑问是要做这件事情。那么共和党这边呢？共和党的态度呢，其实是有点暧昧啊。暧昧在哪里？共和党就想把这个事情稍微往后挪一点。为什么？因为共和党内部还没有形成共识。共和党内部要形成共识需要时间，但是你这个稀里哗啦一上来，他还没形成共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为什么？因为共和党内部呢，他就现在分裂成2派，一派是建制派，一派是这个川普派啊。川普派当然毫无疑问要反抗，要否决，但是建制派现在有点首尾两端啊，就是他一方面又担心，其实川普已经把共和党掏空的差不多了啊，他一方面又担心什么呢？担心如果是弹劾成立的话，其实对共和党是不利的，因为毕竟这是共和党的总统。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不甘心川普把这共和党给掏的精光，也不甘心啊。其实有一部分共和党人是不满意川普在1月6号的这国会大厦冲击案上面的表现，所以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这个局面就有点。所以共和党的态度就是能尽量的把这个弹劾案往后挪，就尽量挪后一点呢，内部尽快的整合出立场来，否则他没有立场的话更麻烦。为什么？因为川普那边也威胁他啊，川普那边因为川普在党内还有很高的支持度，那么建制派也不敢得罪啊，得罪的话也真翻脸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都是政治上有风险啊。大概弹劾案这件事情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那么今天这个拜登总统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啊。那么一个行政命令就是增加贫困家庭的食物券啊。那么因为疫情关闭的这个学校的学生提供餐费，因为以前就有家庭有困难的这个学生呢，政府有补贴，就是你到学校去吃饭是不用钱啊。那么你现在突然这个学校关闭了，有些学校是关闭的，他就没办法到学校去吃饭啊。那么政府就说你不来吃饭不来上课没关系，我还把钱给你，你自己在外面吃啊，这是一块啊。那么这个美国有1200万个家庭很依赖这个食物券计划，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们是有帮助啊。那么另外还要求财政部想办法给800万有资格获得资助，就是这个疫情资助的家庭发放支票，因为他们现在有些到现在还没收到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行政命令就是把这个最低工资提高到15块钱啊，它现在是先在联邦政府层面去实施啊，大概是这样啊。那么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那么他说这两个行政命令有助于为家庭提供一些直接的救济，但是这些命令不能代替1.9万亿美元的紧急救援计划啊。那么还是要尽快的通过这个1.9万亿的这个紧急救援计划，那么这个拜登政府才有足够的资源为现在受到疫情冲击的美国的家庭和中小企业提供援助啊，大概就是这样。那么今天呢，拜登呢就遇到炮轰，他不是之前说要制定一个这个疫情计划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就是100天1亿剂，也平均一天是100万啊。那么就是能够在100天呢完成1亿剂的这个接种。那么这是一个就是刚开始一听还像很厉害。后来有一个网友跟我们讲说，其实现在这个疫苗接种计划上得很快接近100万。我上次看了一下，他说完以后我一看84万是吧？啊，还在涨啊。那么彭博疫苗追踪系统数据截止到星期四，那么过去7天平均每天注射就是接种94万剂。其中有2天突破了1万剂，然后这个媒体就开始骂了啊，骂着这个拜登这个计划本质上是不倒翁啊，骂他是不倒翁。你想一下啊，我们这已经都快到100万，你目标就设定100万，你还增加200亿的美元啊。那么拜登就很尴尬，拜登就解释说，哎，上帝保佑，我不是说我们只要1亿。我们希望做的更多啊，然后然后福奇其实解释过啊，他是这么说，他说如果我们要在今年夏季啊那个接种到70%到85%的这个疫苗，那么美国就可以恢复正常。70到85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打4.6到5.6亿剂的疫苗，就是接种。针就是你不是多吧，就是5亿针，要打5亿针啊。那么5亿针，因为要打2次嘛，所以你要打5亿针啊。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拜登的这个疫苗计划100日计划要提高1倍，也就是一天要打200万。然后这个记者就去问说，你们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这个白宫的新闻秘书叫Saki 解释说，他说川普政府呢38天打了这个1700万剂啊，那么每天平均不到50万，我们呢比他提高1倍，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其实打疫苗它是不断的增长，因为刚开始会比较低，慢慢就越打越快，因为组织系统越来越熟练。
所以你的这个打的这个速度会提高，就结果就是你现在的乌龙就是变成一个这样的乌龙，你看一下他后面怎么去调整啊？就被人炮轰，就骂他不倒翁计划啊，这是一个。那么我们看看美国的疫情的情况啊，美国的疫情的情况，我看了《纽约时报》的报道，《纽约时报》的报道是这么报道，他说美国各地最近一段时间啊，最近1周左右，美国各地的这个疫情病例在稳步下降啊，那么住院人数也在同步下降。霍普金斯大学的这个流行病专家说，他说我们肯定是在往下走啊，就是正在下坡路上啊。那么，但是有一个危险就是变种啊，变种在2月到3月可能会出现一个不可预测的情况啊，这是一个啊。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啊，这个疫情的病例下降了21%啊，过去2个星期疫情整体的下降了21%。那么这可能标志着一个转变的过程。那么因为过去4个月持续在上升啊，到了过去2个星期开始下降了21%啊。华盛顿大学的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发布了一个预测的模型啊，这个模型呢就是这个预测，根据这个模型进行预测，认为美国的新病例从现在开始稳步下降啊。那么从夏天开始就一直在说啊，他说我们从去年夏天开始，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认为我们会在1月份，就是今年1月份看到一个高峰，然后在全国范围之内，我们在高峰的左右啊，然后就开始慢慢的下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病毒的变种可能改变这个故事啊，改变故事。所以他认为我们未来3个月可能是这个流行病、这个疫情最糟糕的部分啊。但是他希望他是错的啊。其实不同的专家研究有不同的分析，就对未来的走势有不同的分析啊。那么变种的这件事情对事情的影响有多大，现在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就是发现变种地区的这个疫情，它的感染率异常的高，因为变种的病毒感染率更高啊，这是一个情况。然后是这样啊，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这个英国的变种的这个病毒，已经发现经常在南加州和佛罗里达州啊，那么这2个地方的病情就是新增的案例在缓慢下降啊，缓慢下降。但是呢，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啊，这是一个这个情况。那么然后目前全国有37个州，这个病例在持续的减少，只有1个州啊在大幅的增加啊。那么最近几周达到灾难性的记录的是亚利桑那州和加州啊。那么在过去几天，数据也开始下降啊，开始下降。大概是这样嘛。福奇是这么说，他说。福奇这么说，他说全国的疫情看起来正在趋于平缓啊，有转机，但是全国形势仍然很严峻，这是疫情大体上的情况啊。也就是说，全国的情况是疫情在缓慢的下降。那么预测呢，这应该是一个高峰了，高峰的意思就是往下走了。但是现在中间有个变数，什么变数呢？就是说这个疫情就是变种啊，这个病毒的变种的病毒发现变种病毒的地区，它的按病例的爆发的数量更大。所以如果没有发生新的变种的情况，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病例的会缓慢的往下走。但是如果出现了变种的话，它又会出现一个新的爆发，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形啊。
也就是说变种的病毒是一个变数，但是这个变数有多大不好说啊，不好说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国会对这个中国外交部在这个拜登总统宣誓就职的几分钟，制裁28名，包括蓬佩奥在内的这个美国官员前官员啊，那么反应很强烈啊。Tom Cotton 共和党籍的参议员 Tom Cotton 啊，这是非常强硬，对中国非常强硬的。他今天出来说，他说这制裁是警告，试图摧毁个人财政状况来勒索这个拜登政府官员。如果这些官员敢站出来，就说等于是在勒索、威胁这个拜登政府的官员啊。他说这个拜登政府应该把这件事情进行还击，用最严厉的言辞谴责中国的这个恐吓行为，而且他建议拜登政府对中国官员采取行动。他说这些官员不应该利用我们的银行体系储存他们的巨额资产，然后呢，这应该什么呢？应该就是或者是他们的孩子不应该去我们的大学读书啊，或者是在华盛顿有名的智库获得实习的机会。他甚至建议啊，这个驱逐中国的大使崔天凯啊，这是很激烈啊。然后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叫 Risch 啊 ，Risch 在推特上面说，他说共和党和民主党必须联手向北京表明，我们不会因为恐吓而不敢捍卫美国的利益啊。另外就是 McCall 也是这个共和党参议员，我们强烈敦促拜登政府当局立即对这种毫无根据的虚弱制裁做出谴责，兑现他之前做出的承诺，就是把共产党当作战略竞争的优先地位，大概就是这样啊。这件事情反正就是你可以看，拜登政府的反应只有一个，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啊说了一段话，就是挑起党派分歧啊，谴责这种做法徒劳可笑啊等等，但是没有具体的回应。我还是那句话，现在中美关系不是拜登政府的主要议程，主要议程还是要搞定他的团队，搞定他的行政命令，搞定他的1.9万亿的这个救援计划，然后把这些事情捋顺。在国内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疫情，一个是这个经济，先把这个搞定再说啊。中美关系还不是他的，还没有进入这个拜登政府的议程啊，大概是这样啊。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总结一下，第一个，川普前总统的这个弹劾案下个星期一送到这个参议院，然后参议院的民主党、共和党现在应该在协商怎么安排这场审判。那么应该是在下个月2月份的月中啊，应该会开始进行审判。那么中间持续多长时间啊？包括在进行审判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协调拜登政府的需求？现在的情况有一点特殊，因为共和党跟民主党各是50人，各有50席。那么这个参议院的议长是副总统，那么也就是说副总统有一票，这个贺锦丽是有一票，所以民主党是微弱多数的控制参议院，但是其实很微弱。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一届参议院当中，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他们必须妥协才行，不妥协，其实参议院的议政功能会受到很大的折扣啊。那么，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又非常的复杂啊，中间有一个新总统的问题，还有一个旧总统的问题，还有双方过去4年双方的一系列的对抗啊。那么到现在进入一个关键的时候，所以我们还会持续的观察啊，我会定期向大家报告。
好吗？好，我们现在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刚才收到一个不知道来自哪里的消息啊，这个有一个叫川关新闻，不知道什么鬼，他们据说是去了这个莫查的家里啊，莫查的家里说是一个2层楼的小楼啊。那么我现在还没办法确认这篇报道的真伪啊。那么川关新闻是什么鬼？我不知道啊。如果当局是想澄清的话，理论上应该派新华社的记者去采访才对，而不是拍一个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川关新闻啊，大概是这样，好吧？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啊，明谢，七粉，谢谢啊。观点，今天是1月23号啊，到了啊，武汉封城1周年不容易啊，武汉封城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武汉出现疫情之后的第一天 Day 1，我们就叫武汉肺炎啊，所以我一直会叫武汉肺炎，虽然叫 COVID-19，但是我还是会叫武汉肺炎。为什么？原因有2个。第一个，我们要纪念那些像李文亮这样的医生啊，他们在一线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啊，我们要纪念这些医护工作者啊。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纪念那些在这场疫情中死难的这个湖北人和其他的中国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叫武汉肺炎，记住武汉这个城市啊。所以我就再讲，如果还有人再来提这个问题，我还会讲啊，我不厌其烦的讲武汉肺炎啊。情况：坐标麻省波士顿，这1-2周医院的附属实验室工作人员开始打疫苗，今天和同事打了第1针，接种点组织得很好，没有排队。目前同事之间有没有人听说有产生不良反应？我有个同学在波士顿的这个哈佛医院啊，他们早就打了呀，怎么现在才打？我印象中可能已经打了快1-2周了吧？啊，你们打的有点晚啊。情况有问题，提问：2天前看到的是事实后，就想问一下王老师，2天前中国外交部说关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病毒研究中心的相关消息成为微博热搜，热度为爆，持续了至少5个小时。请问是因为拜登上任 CCP 要给下马威？这也给不了拜登拜登下马威啊？怎么给拜登下马威？你在那自嗨而已啊！全世界都知道病毒来自于武汉，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组现在在武汉，不在这个叫什么德特里克堡啊，对吗？如果是德特里克堡的话，那应该去德特里克堡啊，所以这还用说吗？所以中共忘记了，大家是有记性的，有些网友没记性，但是互联网是有记性的啊，记忆的啊。观点：根据彭博数据，本周平均每天注射 98.3 万剂，较上周增加 22%。强生疫苗在1月底出结果，强生只需要打1针。强生承诺在春天提供1亿剂给美国，如果能够顺利批准，就可以大大加快速度，那太棒了。春天是什么时候啊？3月份吧，3月份吧啊。观点：今天关注了一下拜登的抗疫政策，觉得拜登就是一个典型的政客。他在竞选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口号就是他会有不同的抗疫策略。结果拜登最重要的和疫情有关的行政令就是在联邦政府的 building 里戴口罩，
和疫情接种，然后他不忘记告诉大家，疫情死亡的人数的趋势无论如何不可能改变。什么意思？我没听懂。我觉得我评价一下吧。他新上任的第一天跟第二天都出了很多行政命令，其中大部分跟疫情有关啊。那么我看了这些行政命令，他跟是不是典型的政客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他很有行政经验，所以他的这些行政命令都是有一定的针对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毫无疑问，川普的这个疫情的策略，川普团队有没有做工作？当然有做工作。川普团队做工作做了2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疫苗搞出来。他的一个叫什么？那个忘记了什么词啊？他的一个计划是这个疫苗能够在12月份面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所以美国现在有两种疫苗是川普政府的功劳，这第一个。没有这个疫苗的话，美国不可想象，这第一点。第二点，这件事情开始了，疫苗的分发和疫苗的接种都是在川普团队手上开始发生了，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你可以现在跑到一天可以有100万剂啊，将近100万剂吧，差不多有100万剂。那这肯定是川普团队打下的基础啊，川普团队打下基础。那么这是他做的事情。但是川普团队也有川普团队的问题，就是我还是觉得100万还是不够，还是太慢，应该更快，应该让这些 CVS 啊，这个亚马逊他们都说可以帮忙，就让他们帮忙嘛，多让他们帮忙，快一点去打出来。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些比较粗疏的地方啊，粗疏的地方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川普没有行政经验呢，没有，或者是没什么行政能力啊。那行政能力从行政的角度来说，拜登比川普强啊，这个没有疑问啊。所以大概我觉得拜登去推出一些政策去弥补川普的一些疫情当中的纰漏，这是好事嘛，这是一件好事，不用互相攻击，你让他们互相弥补，这不是好事吗？对吧？我们是要明白，我们是为美国好嘛，对吧？你骂他也没有用啊。现在我认为应该是尽量的让拜登团队去弥补川普团队没有做好的事情，让他去改正不就行了吗？这是一件好事，好吗？我这么理解可以吗？提问王先生，可以否讲一讲美国政府下的现金刺激法案会不会引发市场通货膨胀？国内的很多网友说，这个美国的刺激经济的方案会引发通胀，会让大家的钱变少了。这里面有2个问题，这有常识性的概念性的错误啊。那通货膨胀是什么？通货膨胀就是钱多了啊，钱多了，钱变多了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但是钱多了，如果你东西更多，那可能通货又不会膨胀。通货膨胀讲的是相对于货品来说，钱多的比货品多的速度快，所以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这是一个啊。那么是钱多了，钱是从哪里来？钱是从中央银行来啊，中央银行是发行货币的，那么中央银行把钱收回来，那么钱就少了，会出现紧缩。如果中央银行使劲的往外发行货币，那就会出现什么？那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所以通货膨胀是谁的错？通货膨胀就是中央银行的错。那好了，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经济刺激法案，现金刺激法，包括川普总统我印象是有3万亿啊，然后拜登现在是19000亿啊。如果加在一起应该是5万亿，将近5万亿。这钱从哪里来？这个钱不是这个联储局、联邦储备局
发行货币给政府不行啊！所有大家记住，现代的国家已经搞清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在你的中央银行和你的财政部，或者是在你的政府之间，要有一堵防火墙。这个中央银行不可以发行货币直接给政府。如果这件事情一开始，这个国家整个的国家就会崩溃。为什么？因为那货币会到时候就会变成什么？变成废纸。所以现代没有一个国家会违背这个铁律，这叫铁律。理解吗？包括中国，包括美国，包括任何一个你见到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干，都不会这么干。所以呢，就是联邦储备局他要发钱怎么办？他举债就是发行债券，我们叫国库券或者叫国债。发行国债的时候呢，就从市场上把市场上的钱就拿回来。所以整个市场的钱没有增加，只是大家把市场上有一部分钱给了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拿到这些钱，好，直升飞机撒钱撒给大家，这些钱他要还的，记住。所以直升飞机撒钱不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因为整个市场上的美元的数量没有因为直升飞机撒钱而增加，所以跟通货膨胀没有关系。 OK， 所以大家记住啊，就是说经常讲啊，这个地方政府讲中国地方政府没钱没关系，人民银行印钱给他不就行了？不可以的，人民银行法规定不可以这么干。你说啊，中国政府法律都不管了，怎么会管这个？悄悄就给他改一下数字就改完了吗？我都说过了，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不能这么干。当他一这么干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会解体。 OK， 他不会让这个国家解体，因为他可以吃好几代呢，他干嘛让这个国家解体？所以不存在。之前有人问说，听说这个中央银行把地方政府的这个银行账号里的数字改一改，他们就解决了这个解决他们的财政困难，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这么干的话，中国经济就中国就这个国家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解体啊！你说悄悄的干一次行不行？没有意义呀。你解决了这个省，那个省解不解决？那个省解决了，那另外一个省解不解决？解决了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怎么办？没有意义的，这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好吧？情况：黑龙江去药店买药做核酸检测，观点：过年出省要查核酸，感觉只是个走流程收费。怎么说呢？以中国的国情来说哈，如果不是领导重视，安排一堆的官员站在旁边，这种事情就是走流程收费啊，这个是没错的啊。观点加情绪啊，坐标纽约，美国的管理真的管得了君子，管不了小人。纽约疫情高峰，我的中国人室友却每周出外游玩，上周测出无症状，隔离了1周又出去散播病毒，完全不把周围的人的健康安全放在眼里。国人自私的特性真的是根深蒂固，出入国也很难有本质性的改变。这个非常不应该。可以报警吧？是可以报警吗？我印象中是可以报警。你不能够袖手旁观，应该报警，把他抓起来啊！他违反这个应该有一个法令嘛，是不是啊？观点：我在美国生活了10几年，深深的感觉到美国疫苗接种速度的爬升，是因为美国有丰富的医疗资源、供应链能力以及强大的社区组织能力。美国的接种数量占全球1/3，不是因为某一级政府，而是美国社区组织形式。非常对，就是说大家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强大，我们经常讲独木难支，独木难支讲的是什么？政府就是一根棍子，
一根棍子你要支撑一个这么庞大的国家，其实是很困难，除非你这个棍子足够粗壮。中国就是一根棍子，中国就这棵树就是一根棍子，所以他把他的棍子搞得很粗很粗，所以他把整个社会的资源全吸进去了。所以虽然中国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可是老百姓很穷。为什么很穷？因为政府把钱全拿走了。他拿走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是一根棍子，他不允许其他棍子存在。但是美国不是，美国社会有很多根棍子，各种各样很粗壮的棍子。企业是个组织，社区是个组织，然后各个社会团体非常的多，各种各样的棍子支撑这个国家。所以你想想，它很稳固。我经常讲，美国这个国家它的社会基础非常的稳固的原因，是因为棍子很多啊，又很粗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社区组织开始组织这件事情，各个组织各个团体投入到这件事情当中去的时候，那你想想，政府其实能够帮助很多啊，但是社区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对啊，非常对。一个是医疗资源丰富，供应链能力很大，还有就是强大的社区组织能力啊，所以这个很重要。中共为什么不给大家搞这种强大的社区组织能力？因为他独裁呀，害怕什么？他就特别害怕社区组织能力，社区组织一呼百应，反对他怎么办？因为他独裁，所以他不敢搞。所以其实中共在中国的管制手段跟秦始皇是没有区别的，就是要把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一盘散沙，大家不能够结社，不能结着一块一块的，就没办法反抗他。所以共产党干的事情跟秦始皇、跟清朝是没有区别的啊。提问：审议弹劾川普案的参议院是拜登上台前的参议院成员吗？当然不是啊，那已经退了啊，就是他已经重新选举过了，选举过的当然是新一届的参议院应该是有3个还是2个，是在总统任职的当天一起上任的啊，当然不是啊。所以现在的参议院是 50-50， 50对50票，参议院是这个情况啊。但是呢，这个民主党有1票，副总统的那一票，就贺锦丽那一票，所以是50对56，微弱多数。所以呢，共和党就要求说，我们还是有个约定吧，就是我们通过一个法案，要约定60票才能过。民主党不行，那怎么行？绝对多数，现在还得且吵的呢。所以参议院还需要重新建立他们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这种合作模式。因为什么？因为局势不一样啊。观点：如果拜登总统真的想团结两党，就应该尽快对中共制裁美国的前官员做出强硬的回应，这效果会很明显。我觉得他没那么快，没功夫理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没功夫理这件事情啊。提问：越南股市大跌，是否意味着市场认为川普上台后产业链移出中国会被终止？是这样吗？我不知道没有看到啊。王老师好，就王老师的腰伤，我咨询了国内的顶尖运动损伤康复专家，因为看不到王先生的扫描片子，不能提供康复计划。但他给我的建议是，王先生一定要在腰部康复后进行针对性的运动康复训练，如果不形成习惯性损伤会非常麻烦，可以咨询一下美国的运动康复专家，不要忽视。好，谢谢我已经好了8-9成，但是我其实现在还是绑着一个腰带继续让它康复。我会减肥，我还会做些运动保持它的这个，尽量的让我的腰部有肌肉吧，这是他们给我的建议我会做点运动谢谢大家关心谢谢Renee Mac，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我们还有一个
坐标上海，上海宝山新增2例，边上的医院已经封了部分科室。相关部门说，疑似病例的标准非常严格，不能随便定为疑似病例。上海我认为已经出现了，应该是出现一定规模的社区爆发了，应该是出现了一定规模的社区爆发，这应该跟上次这个浦东机场的那次是有关系的。浦东机场应该是上个月吧，上个月还是发生了一次爆发，我觉得这次跟那次是有关联的所以上海应该比较麻烦因为一个这么大的城市，而且外来人口也非常的多好吧，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